荷兰这片孕育无数足球天才的土地，素有中场摇篮之称。从 Ruud Gullit 到 Frank Rijkaard， 再到 Clarence Seedorf， 这些名字无疑不让人联想到荷兰足球的鼎盛辉煌。若你想寻找一名兼具身体素质与技术能力的中场，你的第一站必然是荷兰。在2025年的这个赛季，在阿恩斯洛特接掌利物浦后，这支球队开始展现全新的面貌。利物浦近乎横扫整个英超，每一场比赛都像是一场无情掠夺。而当中最重要的一环，正是令人惊喜的中场核心 Ryan Gravenberch。他成为球队战术体系的枢纽，一旦失去了他，看似扎实的体系随时可能分崩离析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原本不被看好的 Gravenberch 正一步一步地成为红军不可或缺的一员，也让球迷的期待一路飙升。然而，这位原本在德甲 Bayern Munich 几乎坠入迷失的中场天才，究竟是如何完成这场不可思议的蜕变呢？如果您对足球世界中不断崛起的新星感到兴奋，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、点赞这个影片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让我们一同见证未来的足球传奇如何在这个舞台上闪耀光辉。2002年5月16日 ，Ryan Gravenberch 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，在一个来自苏利南裔家庭中成长。他是家里3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位，全家住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 Bijlmer 地区，后来又搬到了稍微平静的 Gain 社区。他的父母 Gravenberch Sr. 与母亲 Arsen 都曾是业余足球选手，这也让家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足球的气息。Ryan 与哥哥 Denzel 自小便展现出对足球的浓厚兴趣，两兄弟的才华最终都走上了职业舞台。2009年，年仅8岁的 Ryan 被当地俱乐部 Sibergia 的球探看中，但不到半年，他便加入了更具吸引力的 Ajax 青训学院。在那里，他度过了长达8年的精雕细琢时光。他很快展现了与众不同的技术能力、场上视野与成熟心态。人们说，他是 Ajax 近年来最耀眼的天才之一。当他剪着青色的发型，穿着熟悉的红白战袍踏入绿茵场时，他的身体语言却已讲述着成熟与自信的故事。2018年，当时15岁的他荣获第1届 Abdelhak Nouri Trophy， 此奖项专为 Ajax 最佳年轻球员颁发。几个月后，他更缔造了历史，在2018年9月的荷甲联赛中，以16岁130天的年纪成为 Ajax 队史最年轻出场球员，同时也迅速缔造最年轻进球者纪录。接下来的4年里 ，Gravenberch 迅速成长为 Ajax 的核心球员。他在撤出前共为球队出赛超过100次，并帮助俱乐部赢下3座荷甲冠军和2座 KMVB 杯。年轻的他，无论是躲避对手压迫的柔滑盘带，还是如铁甲战车般的带球推进，都展现了非凡的能力。他的一招一式总让人回想起那些伟大的荷兰中场前辈，或是长城的远射破门，或是精准的组织串联，他迅速成为 Ajax 中场的关键齿轮，迅速进化为新一代全能型中场的典范。不出所料 ，Gravenberch 成为全欧洲豪门追逐的对象。他的天赋和表现为他赢得了2022年以1800万美元转会至 Bayern Munich 的机会。然而 ，Bayern Munich 的旅程并不如预期般顺利。在2022到23赛季中 ，Gravenberch 仅出场33次，累计938分钟的上场时间，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板凳上度过。当时 ，Julian Nagelsmann 极为苛刻的指导风格以及对其防守意识不足的批评，让这位荷兰少年陷入瓶颈。在 Bayern Munich 的日子就像是一场压缩的冬天，无论是 Julian Nagelsmann 还是后来的 Thomas Tuchel， 都未能为荷兰中场找到合适的角色。Bayern Munich 的4-2-3-1体系不需要一名传统的8号位中场，而球队中场核心的角色已被 Joshua Kimmich 所占据。在 Bayern Munich 那个星光熠熠的中场阵容中，他始终难以找到稳定的立足之地。对 Gravenberch 而言，那段时间像是在无数赛季间奔跑，却原地踏步。有限的出场时间让他的光芒时隐时现，期待却逐渐消磨为压力。Gravenberch 甚至公开表示对自己缺乏上场时间感到不满。看着他仅在多数比赛中登场15到20分钟，人们不得不扼腕叹息：这位荷兰天才是否会像许多年轻球星一样被浪费在板凳席上？直到英超转会窗的最后一天，利物浦惊喜现身，花了4000万欧元从 Bayern Munich 签下 Gravenberch。这笔交易当时并不被普遍看好。对于利物浦来说，引进 Gravenberch 是一次赌注。自菲比诺离队后，利物浦的中场阵容饱受诟病。
利物浦本想要在中场补强一位像 Jude Bellingham 那样的全能球员。Jurgen Klopp 对转会市场中的大牌球员多次出手，但无论是 Aurelien Tchouameni、Moises Caicedo 还是 Romeo Lavia 都与 Anfield 擦肩而过。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，签下一位在 Bayern Munich 打不上主力的边缘球员，与 Alexis McAllister 和 Dominic Szoboszlai 形成了全新的中场组合。很多人质疑利物浦为何愿意花大钱买一个在 Bayern Munich 都踢不上的球员。然而，加盟英超后 Gravenberch 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重启之旅。刚开始，他的定位仍然模糊，是传统6号位单后腰，还是8号位前插中场？当队友 Curtis Jones 因伤缺阵后 ，Gravenberch 短暂顶替上场，展现了一些潜力，但始终未能稳夺主力席位。正是在2023年年底，他的上场时间再次开始减少，不论是因脚踝伤势还是战术适配问题，他都逐渐远离首发名单。当时在许多人眼中，他只是红军转会市场上一次昂贵的赌博，但谁能想到，真正让他蜕变的是利物浦的新主帅 Arne Slot。Slot 之所以会重用 Gravenberch， 不仅是因为他年轻、潜力无穷，更是因为他是一位能冷静处理球权的球员。无论面对多高的压力 ，Gravenberch 的躲压转身技能几乎百发百中。这招动作甚至有了自己的称号 ，Gravenberch 转身，让他成为解放利物浦中场另一大杀器。但要胜任中场枢纽，光有出色的控球技术是不够的，防守端的责任同样巨大。而这正是 Slot 的功力所在。他找来 Gravenberch 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他改变风格，而是结合其潜力，让他逐步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技能包。更重要的是 ，Slot 对战术秩序与混乱的平衡有着非凡的见解。他不拘泥于传统的防守型中场需凶悍抢断理念，而更注重一名球员在高压下的控球能力和视野。这一选人标准让 Gravenberch 在这套体系中崭露头角。借由他的穿针引线，利物浦总能从后场快速切换到攻势，这让对手防不胜防。Gravenberch 的蜕变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靠着一次次的机会和充分的信任堆积而成。Slot 在季前赛就开始尝试他作为后腰的潜能，尽管一开始的表现并不稳定，但 Slot 无疑看到了未来的曙光，并给予了他足够多的时间去适应新角色。对于这位自信心曾一度崩溃的天才球员来说，这份耐心无异于久旱甘霖。现在的 Gravenberch 不仅是单纯的牵线者，他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。对抗压迫的能力使他成为利物浦由守转攻的重要开路者。他高达85%的空中争顶成功率以及60%的地面单对单成功率，更说明他在对抗中的稳定性大有提升。Slot 将 Gravenberch 调整为偏防守的6号位，一个连他自己都未曾想过的角色转变，让他在利物浦的中场中发光发热。这是一个需要承担更多防守责任的艰难角色，但 Slot 看到了他的潜力，并开始悉心雕琢他的技术核心里。比较有趣的是，这一发现让人非常意外。无论是在 Bayern Munich 还是他刚加盟利物浦时，这种潜能都未被重视。随着比赛数的增加，他逐渐成为英超赛场上最抢眼的深度组织核心，用稳健的表现一举打破了人们的质疑。那个 Bayern Munich 的板凳球员其实并不是问题，而是资源的浪费。相比于 Jurgen Klopp 的高强度压迫战术， Slot 更偏向于掌控与结构化的比赛风格，这对于技术型中场而言是一个福音。在 Slot 的4-2-3-1体系中， Gravenberch 负担的防守任务更多，与 McAllister 分工明确，前者专注于高位拦截与快速反击，后者则负责进攻创造。这样的组合不至于为利物浦带来了一个中场的稳定核心。就在这套新战术下，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之一。在欧冠生死战面对 AC Milan 时，他斩获全场最佳球员奖项，为球队挺进下一轮立下汗马功劳。而最让人惊叹的是，他迅速适应了多面性角色，身为单后腰，他既能拦截抢断，又能高效完成出球。这样的灵活性无疑成为利物浦重返巅峰的重要砝码。数据上看，他进来的传球成功率达到了 88.5%， 比他在 Bayern Munich 的时期 83.4% 还要高。同时，他每90分钟进行的进攻传递次数增加了 30%。这些细节数据展现了一个重要讯息，他已渐渐成为利物浦攻击铸成的关键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在球场上所看到的，他如何冷静地在拥挤的中场持球，利用细腻的控球技术突破压迫，甚至上演关键的传球。
他在对阵曼联的一场3-0胜利中，凭借出色的控球和超凡的串联能力，成为当晚最耀眼的明星。他能以大范围的带球推进撕裂防守，又能神来之笔助攻前锋得分，这种全能型中场的潜质令人激动不已。对于 Gravenberch，2年的低谷几乎让他的职业生涯蒙上阴影，但如今他已不仅仅是利物浦的一个中场棋子，而是一个象征，象征着重新振作与重生的可能性。他在 Slot 统领下的适应力，已经让他完成了从天才到关键球员的蜕变。配合着 Alisson 的门前保护 ，Van Dijk 与 Alexander-Arnold 的防线铁壁，再加上 Salah 不断创造进球奇迹，如今的利物浦正展现出久违的冠军相。而 Gravenberch 便是停滞不前的利物浦中场中那迟来的也是最重要的拼图。毕竟，任何一支强队的成功都离不开如他般的全能型中场，而利物浦或许正迎来一个属于他的新时代。数据再亮眼，也无法完全勾勒出他在场上的真正影响力。比起单纯的进攻转化效率、传球成功率或防守拯救，他在比赛中对空间的敏锐感受力和即兴判断尤为珍贵。他经常能通过真假动作引开防守人，为队友创造空间，而他对比赛节奏的敏锐掌控与领导作用，则进一步展现了他与其他中场新星不同的天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Arne Slot的高压战术下，防守数据也得到了质的提升。他每90分钟平均达成5.4次抢断和3.4次拦截，这样的表现已经直追经典时期的 Jordan Henderson。更为可贵的是，他在球权转换时展示出的瞬间反应和冷静，很少造成致命失误或领取黄牌。像每一个天才少年一样， Ryan Gravenberch 正走在属于自己的世界级之路上。他展现出的天赋和潜力无疑是顶级的，但天才也需要时间和考验。英超是一个充满残酷标准的联赛，稍不留神，明星也可能沦为平庸。但就目前的状态来看， Gravenberch 正越来越像一头天赋野兽，技术、体能与脑力三者兼备，并且愿意学习与提升。所以下一项考验便是他能否在 Anfield 的大舞台上，不只是标签式的天才，而成为下一位传奇中场。而对于 Liverpool 的球迷们来说，耐心陪伴他成长，或许将是一场值回票价的盛宴。